嗨，大家好久不见！今天是台北散步日记。我想要先看个画展，然后去台北的3间 TN 伙伴店盖章。前一阵子买了 TN 新出的伙伴店印章收集册嘛，想说来认真的收集一下。最近喜欢画植物，所以今天来看200年前古人画的花。不知道大家看展的时候，站在作品前面都在想什么？但反正我脑子里都是一些超废的 OS， 像是这画框也太浮夸了吧！这兔子的红色眼睛看起来好邪恶哦。天竺鼠好可爱哦，想摸。这一幅像百科全书一样，聚集了各地的植物。这里面有洋葱、胡萝卜、香菇、玉米，还有龙虾跟贝类，已经可以煮火锅了耶！200年前的西瓜看起来好不甜，一定不好吃。我再来认真看一下。他在画里致敬了分类学之父林奈。鱼缸的反光让我差点以为我后面有窗户。瓦尔德米勒的反光也好惊人哦，是不是？还有右边画的这个手势的金属。葡萄看起来好好吃。展场里有放一些联名的香水，可惜是以盲盒的方式购买，不能自己选。你也有看到树叶间洒进来的李辉吗？这个画的是墓园，但是完全没有可怕的感觉。这幅雨后他们扫了 X 光之后，发现阴影处原本还画了一只鸡。大概在这里。我记得几个月前这个展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宣传就是一直提到克林姆，然后它又是花的主题，我以为会有向日葵，但其实没有。克林姆的作品就只有刚刚那一幅，其他都是科技的产物，感觉被骗。最后来看一下喜乐的向日葵就差不多结束了。我喜欢这个签名，好像印章，有点可爱。
纪念品店摆了一区古董布置，好像穿越到了200年前。我一眼就看中了这个3D 的明信片，好喜欢。片尾再一起开箱今天全部的战利品内容。这是博物馆自己的商店区，这个项链跟我的指甲好搭哦。还有这个常玉的荷花做的袜子，这竟然是做透明的。午餐我直接在博物馆4楼的咖啡厅吃饭。我点的这个是醉鸡，肉很瘦，很符合我的喜好，也很好吃。套餐的甜点我忘了这是什么，它有点甜，但是配上无糖茶，我觉得很搭。接下来就是文具控的逛街时间。台北有3间 TN 伙伴店，今天要收集完这3间的印章。第一间先来植物文具，这里除了文具小物，还有卖饮料和甜点。这个铅笔的盖子真的超级可爱。这个扫橡皮擦屑屑的车子是不是超可爱？但是好像没有在卖。选了一个印章盖在我的本子上，这样写手账的时候就可以剪下来用。他们的公馆店收掉了，但是印章还在。这里还有一些他们自己做的印章，也超级好看。水杯是冰淇淋甜筒的造型，怎么那么可爱？这个蜂蜜巴斯克蛋糕超级好吃，不会太甜，然后它还有蜂蜜很香的味道。现煮奶茶要等比较久，但是很好喝，茶和奶的比例完美，彼此是对方的灵魂伴侣。接着来到礼拜文房具，这里没有明显的招牌，很容易错过它。
招牌商品应该是他们自己出的剪刀，片尾开箱再跟你们分享。这个玉兔牌的圆珠笔好长哦，你有看过这么长的笔吗？盖章的地方有2区，片尾再给大家看他们的超美印章。明镜文房具，距离礼拜文房具不远，走路就能到。这一间除了 TN 的商品，还有好多日本的贴纸、印章，蛮好逛的。不过店员非常的热情，所以我非常的害怕。晚餐时间来朝圣手账人都知道的咖啡厅橙花。店主的喜好好广泛哦，从奈良美智、通口裕子到弗列达卡罗。相比奈良美智跟通口裕子的可可爱爱，卡罗的作品总是会让我觉得不太舒服，所以我不太喜欢。是不是每个写手账的人都有这个手的夹子？但我没有，我是不是该买一个？接下来是大家最喜欢的区域，带上本子可以尽情的使用他们的印章。不过我盖个字母章我就满意了。希望大家都拥有自由奔放的灵魂。这里还有一些纸胶带可以用。我的餐点来啦，我点的是花雕鸡，我觉得它有点辣，不过很下饭啦，蛮好吃的。行程结束，接下来是回家后的开箱时间。维也纳美景宫的战利品，这个香水盲盒我买了2个，但它的体积有点大，所以我先把它拆开放在一起，还没有看抽到什么口味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抽到什么香味。我竟然抽到2个一模一样的，
没关系，正好过年要回去，就一组送给婆婆。这支苏州牡丹是一个非常华丽的味道，还蛮好闻的。这个3D 明信片，我觉得摆起来很好看，我很喜欢。便条纸我觉得蛮不错的哎，它切这样它就可以站起来。大概这种感觉就不用另外拿胶带贴着之类的。有事情要交代老公的话，就这样写张纸条丢他桌上吧。还买了磁铁跟一个可爱的 pin。我们家的冰箱已经快要没有位置可以放磁铁了。是植物开箱。支 Black Wing 听说是世界上最棒的铅笔，我很好奇它厉害在哪。上面的橡皮擦是可以再另外加购替换的。接下来这个是植物出的印台，以台湾的故事为灵感，我选了一个有点灰灰的蓝色。最后是植物的名片，设计得好精致，好有质感。下一间是一个钢笔跟墨水的店，小品雅集。虽然当时有点混乱，所以我没有拍到任何的东西。我是为了这一支笔去的，它就是一个虹吸咖啡的样子，注意看哦。很酷吧？咖啡被吸上去了，没有什么实际的功能，就只是酷。底下的笔座也是一个咖啡杯的样子，我应该下面会再粘个东西，把它固定在桌上。我还在他们家买了一罐很华丽的墨水，里面有金色的亮粉，我觉得超美。虽然现在拍起来不太明显，但最后我在手账上面有用这个墨水画了一束薰衣草，我觉得金粉看起来比较明显。下一间是礼拜文房具，这些是礼拜文房具的印章。伙伴店的印章直接放了门口那一台古董印刷机。
旁边这个剪刀和地球仪印章，也是一看到就能想起他们店里的样子。这是他们招牌剪刀跟长尾夹。剪刀我买的是最小的尺寸，现场可以试用剪刀，店员会提醒不要空剪哦。然后下一秒我就立刻空剪了2下，我很抱歉。他手指握的地方有一个软软的垫圈，所以用起来手比较不会酸痛。然后他们还有黑色的版本是不会残胶的材质，但我比较喜欢金色的。再来是超美的玫瑰金色长尾夹，虽然我好像没有特别需要它，但是长尾夹这种东西就是放着以备不时之需。还有他们自己出的纸胶带，黑色底的，看起来超级有质感。刚好这一本盖章本封面还是空白的，那就来稍微装饰一下这一本盖章本的封面。印台大概颜色是这样，灰灰的蓝色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很美。我还买了这个写错字可以贴的贴纸。最后一间明镜文房具，印章没有盖好。这个绿色的印章，还有最下面的那一个，也是他们家的。首先，这个冬天的熊熊别针，虽然我去日本已经都买了，但是这一个我已经使用了，想说再买一个回来囤着。他们店里有少量的分装胶带，这一款我本来没有打算买，但是店员推荐，所以我就买了。还有这一款独铝胶带，刚好下礼拜要去露营，写日记的时候可能可以用到。这个狗狗回纹针是不是很可爱？它是好看的金色，然后夹起来就是很可爱。虽然我平常可能也用不太到。还买了一些贴纸。除了写文字的日记，我有一本手账是都用贴纸的方式来记录生活。这种有搭一些背景的贴纸，我觉得写日记的时候使用上就很方便，就一格里面会就比较丰富这样，然后你也不用去想说我还要贴什么，就是可以直接用它搭配好的。
然后这个会卷式的内页，大家应该已经看我用过100次了，我就是顺便补充一下库存。接下来这个印章，我去年的时候就被烧到，最想买的是刺猬的，但是这一次没有看到，所以我就买了树懒。树懒也是我很喜欢的动物。我之前有去洪都拉斯跟树懒抱抱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再往前翻一下影片《游轮之旅》，虽然拍的可能没有很好，但是还不错的体验。这个印章的特色就是它上面有线，所以你可以在框框里面对得很精准。一组有3个款式，都超级可爱。但是网上的这一个有点不太好抓位置，所以要多试几次才能对到线上。不过反正都很可爱啦，超级满意。最后一个是血吉达的印章，我很喜欢花，感觉这一款就是很实用。我之前有买过一个 Midori 的回转印章 ，pattern 跟这个很像，但是那一款只能固定盖黑色的，这一款我想盖什么颜色就盖什么颜色。最后是我今天的手账，这2张很糊的贴纸是博物馆送的，质感真的有够差。底下的晕染跟薰衣草是我今天的墨水画的，这个紫色墨水是不是超级好看、超级美的？希望下周你可以相信你的直觉，那些突然浮现的念头，或许就是心灵送给你的导航，让感性带领你去遇见那些美好的惊喜吧。下次见，拜拜。